为苏梅报仇，摧毁俄军112导弹旅驻地。俄军士兵开直播曝光莫斯科无人机据点坐标。俄资源耗尽，朝鲜送来100万炮弹为其续命。托列茨克传出捷报，乌军3连胜。红军村矿场，乌军士兵1打3反杀3名俄军。俄经济困难，征兵奖金下降40%。欧盟致命一击，公布终结俄能源计划。比利时援助1.5亿欧元重建乌克兰。丹麦派遣士兵入屋学习无人机作战经验。波兰 F-16全面升级。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继4月15日乌军袭击库尔斯克柳科瓦的俄军第448导弹旅基地后，4月16日，俄国防部再度报道称，至少有7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伊万诺沃州舒亚市的俄军第112旅驻地。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该旅和第448导弹旅一样，都在4月13日对苏梅市进行了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军方承诺将追踪并报复所有参与打击的俄罗斯部队。据俄媒报道，在乌军无人机袭击后，俄军便封锁了街道，并要求当地居民暂时待在室内。随后，俄罗斯地方当局报告称，此轮袭击并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奥斯特频道发布了浓烟滚滚的现场图片，并有相关消息称，在此轮袭击中至少有9人死亡，2人受伤并正在医院接受救治。谁真谁假，我们不得而知，详细情况和损失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袭击中，乌军可能动用了其新开发的巴尔斯无人机导弹。这款无人机导弹能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射程在700至800公里，而且可以扩展生产，以实现对俄罗斯本土的频繁打击。值得一提的是，俄军在乌军打击期间干了一件蠢事。早些时候，俄媒官方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俄军正在莫斯科市的一座摩天大楼上，一边操作 FPV 无人机，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如何行动，直接忽略了他们会被定位的风险。尽管之后俄媒反应过来将视频删除，但据乌频道表示，其已将位置锁定，这意味着莫斯科这栋大楼很可能会成为乌军下一次空袭目标。如今乌军拥有袭击俄军目标所需的一切手段，甚至打击莫斯科都不是问题。那为什么库尔斯克州还是被俄军夺了回去呢？其实库尔斯克战场若非有朝鲜提供弹药和人员支持，俄军就不可能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据战争研究所报道，路透社和英国开放源情报中心发布联合报告，称朝鲜在过去1年里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万枚炮弹和大量军备，已经成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最关键的援助来源之一。报告显示，自2023年9月到2025年3月，共有4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货轮，即安加拉号、玛利亚号、玛雅1号以及雷迪亚号，往返朝鲜罗津港和俄罗斯的东方港和杜奈港多达64次。货物涉及15800个集装箱，其内可能载有420发至580万发朝鲜弹药。报告还进一步披露，目前朝鲜每个月仍平均向俄罗斯运送750个集装箱的弹药，这意味着俄军每季度都能额外获得27.9万发朝鲜炮弹。乌方情报显示，有段时间俄军前线使用的炮弹几乎全是朝鲜制造，最高时朝鲜弹药占前线供应的70%。如在扎波罗热前线作战的一支俄军部队就曾报告说，其约50%的152毫米第20榴弹炮弹和全部的122毫米火箭弹都来自朝鲜。而除常规炮弹外，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还报告说，截至2025年1月，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了至少148枚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120门远程火炮和120套多管火箭系统。更让人震惊的是，朝鲜还再次派兵参战。据乌方情报称，自去年秋天以来，已有4000多名朝鲜士兵在俄境内作战并伤亡。但在今年2月，朝鲜果断又增派3000人支援俄罗斯，且乌军指挥官称，这批朝鲜兵已经适应了现代战场。前联合国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格里菲斯直言表示，没有金正恩的支持，普京打不下去这场仗。朝鲜如此玩命支援俄罗斯，都得到了哪些好处呢？作为回报，新闻周刊4月16日援引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的数据报道称，朝鲜从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中已经获得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收入。当然，对朝鲜而言，其更喜欢从俄罗斯手里获得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报告指出，朝鲜正通过俄罗斯武器和技术援助增强自身的国防工业，并支持其长期战略目标。乌克兰军事指挥官和情报也相继表示，
朝鲜军队在参加俄罗斯战争后，已经开创了他们自己的训练和战场战术。一名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团长告诉路透社，与2024年11月开始与俄军并肩作战的原始朝鲜部队相比，2025年2月中旬抵达库尔斯克州的3000名新朝鲜军队准备得更充分，也更适应现代战斗。乌克兰情报总局发言人安德烈·切尔尼亚克表示，朝鲜军队已将其战术从人海形式的集群攻击改为1到2人一组的分散协同攻击，且已经学会了无人机和电子战战术，能在战场与俄军更好地进行战术配合。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朝鲜军队已经可以在没有与俄军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攻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俄军部队的摩擦。面对实力不断提升的朝鲜部队，韩国国防分析研究所警告称，俄朝不断深化的军事联盟可能导致俄罗斯会在朝鲜半岛爆发危机时直接出兵干预，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切断俄朝联盟。如今在库尔斯克战场，俄军以滑翔炸弹和导弹开路向前推进，乌军的控制区被进一步压缩，目前仅控制着古耶沃、戈尔纳尔等2个村庄，控制面积差不多还剩50平方公里。那么俄朝两国是否会进一步联手？这场战争又将如何演变？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局势发展。其他战场前线，乌军正全力阻止俄春季攻势，清除其有生力量，尤其是在托列茨克地区，乌军传出3连胜捷报。比尔格罗德地区，俄频道报道，乌军在波波夫卡和德米多夫卡进攻时，摧毁了俄军一支由5辆卡马斯卡车组成的车队，据称造成60多名应征俄军士兵死亡。哈尔科夫方向，俄军第4装甲师又开始向沃夫昌斯克附近骨料厂发起进攻。同时，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报告说，俄军正在轮换部队，以协助第69摩托化步枪师进攻。库皮扬斯克战线，乌方消息称，如今俄军每天都会以小步兵群的形式进行例行攻击，每周则会使用坦克和步兵装甲车配合滑翔炸弹袭击，进行2到3次的机械化攻势。如在16日战斗中，俄军袭击了博罗瓦东北方向的扎赫迪佐夫和新克鲁赫利亚基夫卡，又或是对克里米亚方向的比洛霍里夫卡村发起了进攻。只是没想到，乌军第63旅抵抗激烈，不仅击溃了俄军进攻，还反推了比洛霍里夫卡。如今该村一部分已变成蓝色。恰索夫亚尔至托列茨克战线，乌军传出捷报，战线发生了较大变化。先前俄军13辆装甲车对斯图波西村的袭击，如今乌军报告说，其在早上击溃俄军4次攻势，晚上1次，共计摧毁俄军9辆装甲车，并损坏4辆。在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54旅两面夹击，打得俄军第103机步团突出部溃不成军，如今已收复这条重要的狭长地带。而俄军在此期间试图通过投掷滑翔炸弹和发射无人机进行重新占领，但最终没有成功。在托列茨克南部，乌军第12亚速旅柳巴特营也解放了一个定居点，并将公路东南一大块区域变成了蓝色。此外，战役地图和流出的视频显示，经过7小时战斗，乌军第33突击团重新将瓦连蒂尼夫卡定居点变成交战区。这3处胜利是乌军近来在该方向的最大胜利。红军村方向，乌军继续在舍甫琴科附近推进，相继夺回了达琴斯克村和维维多纳斯村。在皮萨内村，乌军清理俄军占据的矿场，其第225突击团1名士兵以1敌3消灭3名俄军。此外，在维塞勒定居点附近，乌军第71列兵旅还击败了俄军近来发起的最大一次机械化进攻。据悉，这场战斗，俄军纵队由25辆战车和14辆摩托车组成，依次排开向乌军阵地发起冲锋。乌军炮兵猛烈反击，无人机操作员则精准投弹。战报显示，战斗最终重创俄军，摧毁其3辆坦克和9辆 BMP 后将其击退。俄军步兵则被乌军 FPV 无人机群追杀，清点时有超过100名步兵被当场打死。不过战斗总是有来有往，在安德里夫卡南部，俄军的集群攻击帮助其夺得了一片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田野。乌南战场变化不大，俄乌双方主要以空袭为主。在近期战斗中，乌军除了使用米格29对俄军据点和弹药库展开新一轮的常规打击外，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击毁了俄军价值4亿美元的电子战系统。现场画面显示，这套昂贵的鲍里索格列布斯科2系统在乌军的空袭下已经燃起大火，引发了至少4起爆炸声。乌总参谋部发布数据显示，4月16日，俄军新增损失1050人，被摧毁9辆坦克、13辆装甲车、87门火炮。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从4月15日开始，俄军在部分地区征兵的一次性奖励开始减少，如俄罗斯亚马尔半岛的入伍奖励从原先的310万卢布降至190万卢布，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可见，俄罗斯经济为支撑战争正面临巨大压力。在这样严峻的大环境下，欧盟正要再捅俄罗斯一刀。据综合报道，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5月6日左右公布终结俄油俄气的详细计划，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在乌军持续打击下，情况本就不好。要是再失去欧洲市场，俄罗斯经济即便不崩溃，也无力支持接下来的战斗。据彭博社报道，如今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已经降至2023年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打破了近2年的纪录。据悉，从俄罗斯港口运出的原油量已下降至每天313万桶，而乌拉尔的原油价格也一度跌破了每桶50元的大关，这个数据是2023年6月以来的首次。而莫斯科方面对2025年的油价预期为每桶69.7美元。俄罗斯能源收入暴跌将给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火力军将持续观察。与此同时，比利时向乌克兰提供了1.5亿欧元的重建资金。据乌克兰社区和领土发展部宣布，比利时将根据比利时支持乌克兰复苏倡议，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元的技术援助。该倡议将持续至2028年。乌克兰发展部副部长科斯特扬丁·科瓦尔丘克表示，这1.5亿欧元将用于恢复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其指出，该倡议的实施将覆盖全国，如经常受袭的切尔尼戈夫、基辅等地都是该项目的参与者。此外，欧洲在加强自身方面也开始发力。首先，丹麦计划派遣士兵前往乌克兰接受训练。4月16日，丹麦陆军司令彼得·博伊森少将在接受丹麦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丹麦武装部队计划派遣丹麦士兵前往乌克兰接受训练。博伊森表示，丹麦指挥部对乌军3年来的无人机战争经验十分感兴趣，因此丹麦将通过派遣丹麦士兵前往乌克兰的训练营来加快自身无人机作战水平的提升。同时他强调，派往乌克兰的几支丹麦部队将不会携带武器。截止目前，相关无人机训练课程尚未最终确定，但博伊森表示，教官和士兵预计将参加为期1到2周的课程，时间大概在今年夏天。不过，丹麦派兵入乌学习的举动引发了俄罗斯不满。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宾对此事表示愤怒。他说，派遣丹麦军队前往乌克兰学习战斗经验，将使丹麦越来越深地陷入俄乌战争，并引发战争的进一步升级。此外，他还警告称，丹麦士兵一旦进入乌克兰，将成为俄军合法目标。其实，无论俄罗斯如何愤怒、如何反对，目前正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计划派遣士兵进入乌克兰，有的是协助作战，有的是接受训练，有的则是帮助乌克兰训练士兵。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团结。综合俄卫星通讯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波兰国防部16日决定将现役的48架 F-16CD Block 52加战机升级成更为先进的 F-16V Block 72，来强化空防能力。波兰国防副部长贝吉达16日表示，相关升级作业已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计划花费约73亿美元。升级内容涵盖航电系统、电子战设备与武器整合更新，可有效抗衡俄军的 S-400防空系统和苏35等先进战机。同时，贝吉达也指出，波兰正在请求美国把这款飞机升级订单交给波兰企业，即在彼得戈什的第2军用飞机场进行改装与中期维修，目前正待美方批准，预计2025年7月定案。与现役 F-16 相比 ，Block 72型都有哪些提升呢？F-16V Block 72是 F-16战机的最新构型，其升级核心是换装来自诺格公司的 AN/APG-83可变波束雷达，从而使战机具备主动电子扫描能力，侦测距离较现有的 APG-68V9 机械扫描雷达也将提升3成，并且具备抗干扰与同时执行空对空、空对地任务的能力，显著提升飞行员的态势感知，从而应对俄军苏35等进阶战机的威胁。此外 ，F-16V Block 72还将搭载由 L3 哈里斯公司研发的 AN/ALQ254V1 毒蛇盾电战系统，与 AN/APG-83整合后，可更早侦测来袭威胁，并自动启动反制措施，有助于抵御俄军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该系统软件预计2025年底达成全面作战能力。
波兰此次升级行动不仅强化了空军实力，也展现其与美国深化军事合作的决心，并提升了其在北约内的战略地位，可谓一举三得。据多家媒体报道称，继 B-2 轰炸机和航空母舰后，美国近期将更进一步向中东增派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意在强化该地区防御力量，同时向伊朗传递强硬信号。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上个月韩国与美军达成一致，决定将韩国现有的萨德系统暂时部署到中东。与此同时 ，NBC 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已批准将至少2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1个萨德系统从亚洲区域调往中东。不过，相关报道并未明确指出具体的系统型号或调动细节。4月5日，一架超重型美国军用运输机 C-5M 超级银河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瓦蒂姆空军基地降落，机上转运的正是从韩国运来的萨德装备。该系统将成为以色列境内第2套萨德防御系统。萨德是一种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旨在通过高速撞击方式拦截处于中段和末端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一套完整的萨德系统通常包括6套发射装置、1套火控设备、AN/TPY-2 雷达以及配套的支援装置，其中 AN/TPY-2 雷达系统尤为关键，其监测半径可达1500至2000公里，并能接收宙斯盾系统、卫星及其他外部传感器的数据，实现与爱国者 PAC-3 等武器系统的联合作战。值得注意的是，爱国者和萨德导弹是韩国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多层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朝鲜威胁加剧之际，韩国将这些关键的防空系统转移，似乎展现了美军的战略重心向中东转移。此前，美国迭戈加西亚的一个空军基地集结了数架加油机、运输机和至少6架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虽然此前人们认为此次动员是为了加强对也门胡塞民兵的袭击，但现在看来，其目标是胡塞民兵的支持者伊朗。3月30日，特朗普给伊朗2个月的期限，要求其就核计划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在接受 NBC 的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拒绝达成协议，就会遭到前所未有的轰炸。不过，伊朗并不在乎特朗普的施压，直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直接谈判。不过，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也承认，两国之间有可能通过间接谈判的方式找到伊朗问题的解决方案。4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称，美国最近调动 B-2 轰炸机是否是对伊朗施压的信号，由伊朗自己决定。他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就德黑兰核计划达成一致。据伊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强烈要求伊朗做出让步，例如停止无人机和导弹研发，断绝与该地区抵抗组织的关系，彻底放弃其核计划等。但伊朗政府认为这些要求过分，并对特朗普的轰炸威胁采取了强硬立场。当地媒体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将导弹部署在全球各地的地下设施内，并处于随时可发射的状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伊朗已达到主动威慑的水平，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有猜测称，伊朗及其盟友可能会主动出击，袭击部署在迭戈加西亚的英美军队。去年4月13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以报复4月1日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的攻击。因此，伊朗袭击美军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可能。总体来看，美国此次向中东增派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其对伊制衡战略中的又一举措。多系统、多层次的部署，不仅旨在加强对地区盟友的防御支持，也在向伊朗及其支持者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据法新社4月7日报道，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公布了一项重大国防改革计划，涉及未来4年67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50.5亿美元的新支出。他承诺将在未来8年内将国防支出从目前 GDP 的1%提升至超过2%，从而与北约的目标保持一致。而据他描述，这项改革计划将优先发展新西兰的打击和监视能力，其中包括对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升级和护卫舰维持等，旨在使新西兰国防军具备作战能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朝鲜对俄罗斯的帮助大吗？若是没有朝鲜援助，俄乌战场会是另一种发展方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